嗨，大家好，这里是星星，是不是看到我的背景有点熟悉啊？是的，我又回到了 Southern Oaks 朋友家，然后卖了房子之后呢，然后搬到朋友家住了一段时间，然后自己租了房子搬出去住，但是遇到的房东有些太鸡零狗碎，就是管得太多，所以我有些就是觉得很不习惯，就是待了一段时间，就干脆还是到朋友家休整一段时间。所以说现在又回到了这个老地方。然后其实我从卖完房子之后呢，就开始有一些就是东拍一点西拍一点，就拍我出去有时候吃喝玩乐的一些视频，其实没有再继续回到我的正轨上。然后其实很多家人也好，朋友也好，也有些陌生的网友也重新问到我卖房之后跟房子相关的情况，所以一直没有跟大家好好的继续叨逼叨我房子的事情和美国这个房市和我了解的这些房地产的事情，所以说现在又回到这个话题上来，然后给大家重新就是归纳一下我这个就是最近卖房之后呢回到正轨上，讲讲我这个房子和现在南加州的房市的情况。然后呢，我的房子以前就跟大家提到过嘛，大家可以去看我以前最初的几期视频，可能有的观众还不知道我以前的情况。然后因为家里出了一些投资的意外，所以说这个房子当时我们是在应该是2023年底来看房，然后就在年底的时候确定的房子。然后我的房子是去年2024年，然后2024年3月20几号拿到的钥匙搬进去，然后结果大概几个月之后，就是6月份我们家就出了一个投资的意外嘛，所以说然后当时就一下子负担很重，然后在可能很大的经济压力之下，我就不得不8月份就挂牌上市，然后把我的房子重新卖掉。然后卖房子也出了很多一些狗血的经历和波折，然后跟当时自己的压力、跟市场的情况和不负责任的中介都有相关。然后我的房子最后呢是在以78万的价格，然后在1月6号的时候close 了。然后当时 close 的时候还出了一个小小的意外，然后就是我们本来合同上是1月3号 close， 然后结果呢1月3号的时候那个发现那个 HOA 给 escrow 的地址，我的地址错了，然后当天就不能 close， 然后当天又是一个周五，结果拖了3天，然后到了下周的周一才 close， 然后这3天所产生的所有的那个像 HOA 的费用，按他那个分摊到天的 HOA 的费用啊，然后税啊，还有房贷啊，都是在我卖家的头上。这一笔账我还没有找 HOA 去算，因为精力不足嘛。然后我觉得以后再看看要不要找他们算这笔账，再跟观众朋友们汇报。然后我的房子其实卖了到现在。也有朋友当时有问过我一个情况，为什么当时在我出了事情、经济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把房子出租呢？其实这里就正好谈到了南加州房子一个所谓的正现金流的情况。我们当时那个户型有户型1、户型2、户型3，户型1是最小的，然后户型3是最大的。我买的是户型2，然后呢，户型2是中间居中的。然后其实，在最近市面上，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例子。然后有一套户型3的房子是2022年，然后买的，然后它是跟我一样的一个小区的房子，只是他们这个小区可能有不同的时期，就是每一年出一批房子，每一年出一批房子。然后这个户型3的房子呢是比我大一点的，然后它现在在市面上呢大概价格是80万。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 Zillow 上查到的它的租金呢，其实只能是租3600。那我当时的房价，我的房子的房价是比这个要低一点点的，低个几万块钱。然后呢，我的租金肯定比它还要低，而且我当时付的当配，大家是知道我的当配差不多是40%，那么我那个时候当配40%，我的房贷一个月呢全部加起来也要4000多，加上 HOA 乱七八糟加起来一共大约可能承担4500的一个就是纯成本，它甚至于都不到我的 principal， 就是我的 principal 只有100-200到 principal，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贷款的利率啊各方面都比较高了。然后这个情况呢，大家其实就可以看得到，我的那个当配已经算是高的
的了，就是平均数是25%那样子。那其实大致算下来，估算一下，其实正常情况下，按照我的那个房价，大家的那个持有成本差不多都甚至于5000以上，然后那个房子却只能租个3000多，那么我可能要比它更低一点，可能就3500都租不到，可能3400那个样子。你想想看，我每个月都还是要去填1000多，所以像我们的正现金流，其实现在在南加州，你一个正常的房子不是去建那种 ADU 的，是绝不可能的。你去买一个正常的新房子，你想要正现金流，在南加州绝对不可能，除非说你把它让房子重新打了重建，然后让很多的房间建 ADU maybe， 但是像那种正常的新房你都是不可能的。你每个月起码平均都要填个1000多，然后一年呢差不多你就要亏1-2万，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所以当时我就选择了只有积极的把房子卖出去，所以说才当时那么的着急卖房子。所以回答了观众的提问，为什么我当时不租出去这个房子？所以在南加州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那是新房 ，OK。但是呢，我说的是整租。如果说你想把每个房间单独出租，那或者说呢，你做 Airbnb， 当然那又不一样了。但是这个会增加你很多的精力嘛，而且你也不一定保证每一个房间就是一直都是顺利的有出租，它肯定有空窗期。我不想折腾那个麻烦，所以说当时我就没有选择出租，然后就直接把它卖了。我其实搬出来了之后呢，也有在继续关注房市的情况，因为好奇自己卖的那个房子究竟有卖亏了多少，然后现在卖的时机合不合适，然后现在的房市到底是增是减。就是在我卖房子那段时间，你们也看到，就是刚卖房子的时候，卖家市场又变成了买家市场，结果到我回来的时候，10月份回到美国的时候，市场又开始活跃，然后又进来了一些新的 offer， 那个房市又开始热了一些，然后往上走了一些。然后呢，最近其实房市呢又开始就是往下滑，因为Trump 的这个 tariff 的事情，然后它导致动荡的不仅是股市，还有房市，可能大家心情都一样吧。当这个时局不稳定的时候呢，大家就开始比较保守，就尽量的希望持有现金。那个 stock market 也是这样的，根据 Trump 这个 tariff 的事情，然后他消息一出 tariff 要加，然后股市大跌，然后他一说 tariff 要被 put on hold， 然后股市大家又开始比较有信心，股市又往上走一走。房市的波动会小一些，股市受直接这种影响会反应非常的强烈，那个房市毕竟它有滞后性嘛，它没有那么快的反应。但Urban现在其实出现了大量的那个房屋的那种就是滞留在市场上，正好有很多的建商的房子正好在这个时候出来。然后呢，也是因为可能市场上的投资者可能对市场不是那么的信心吧，觉得现在已经达到高位，所以说呢就抛售出来。所以说现在尔湾就很奇怪，因为之前尔湾市场一直是很火，因为它是华人买房的一个最热门的地方，因为它房源好，然后学区好，然后它的那个它的市政的规划很好，因为它是新的嘛，所以说尔湾是几乎所有华人买房的首选，就是那种高端市场的首选。然后但是最近呢就听说它那里的房市就开始停滞上涨，然后平缓甚至于下滑，就说开始房市开始变差，然后就是因为现在从求大于供变成了供大于求，然后呢，所以说现在尔湾也不是那么的热门了，所以现在房市也呈一个下滑的一个趋势。其实提到这个房市，应该说在南加州华人买房最热门的2个区域，一个呢就是以 Eastville 为中心的 Eastville 东谷，我们这里一般那个房产经纪喜欢叫它东谷，就是 Eastville， 就是以它为中心的东谷，它代表的城市就有 Ontario 啊、Chino 啊，然后 Eastville 啊，就是这个周边。然后因为这个地方以前可能是一个牧场，是农场，比较多，然后它的地大，它离华人的核心区呢，离内陆中心呢又非常的近，然后所以说当其他的房价老区的房价太贵的时候呢，大家就开始往这边去 expand， 然后建商呢也开始往这边去 expand， 因为它有农场，然后就把这些农场然后都规划掉，然后拼命的大建新房。然后所以说当我买那个房子的时候，不是我给大家拍过视频吗？在我房子的周围其实都有很多的新房在大量的建，大量的土地在那边。像我们开车在老区，比如说我之前租房搬去的那个 Diamond Bar 那个地方，你都看到都是老区，都是已经建设好的，它没有
给你更多的地去建。但是你开车往东谷走，往 Eastvale 那边走，比如说到 Ontario 到 Chino 那边，你就能看到哇，突然一下地变得好空旷好大，然后到处都是那种 farm 那种东西，你也能闻到。但以前我在看房那边看房的时候，经常你都能闻到牛粪味。当然那边慢慢的开发完之后，可能这些都会被迁走，然后牛粪味呢也会少很多。但是就是跟大家就是聊我的感受，就是我感觉只要在南加州提到买房，然后它主要的中介我会带你去的，就是大量有新区新房子的，就是我们不是说提买二手房，我提的都是大致新房。比如说华人投资的最核心的2个区，一个就是 Eastvale， 以及 Eastvale 就东谷为中心的 Chino 呀、Ontario 啊、Eastvale 这些地方新房最多的是在 Chino 和 Ontario， 然后这一像我说的东谷这一片区呢，是性价比比较好的，属于那种钱不是很多，它基本上的平均房价，我说的平均房价基本上也就是中位数和平均房价，就跟我当时的房子差不多78万那个样子，78万，它是在80万以下到75万中间，然后这样你可以买到一个基本上是一个3室甚至于是4室的3个卫生间，甚至于3.5个卫生间这样的一个就是适合一个家庭住的一个房子。这样的房子呢，中位数呢，就像我说的这样，大致是我的房价那样。我当时在 Chino 买的房子是 Nella 的，然后在 Chino Preserve 那边是 Chino 相对于这个比较好的新区，然后它的我当时买的那个房子算是非常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个房子，因为它正好就在中位数78万，我的卖价就是78万，然后它的租金差不多按照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我的户型3就比我大一点的房子，现在差不多市场价大约是80万那个样子，就它现在市面上是租到3600，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它租到3600，那我的房租可能就是我们都保守一点，可能就比它少个200块钱，我们整租的话就只能租到一个3400，基本上就是你能看到它的租售比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它是没有正现金流的，就跟我刚刚提到一样，就是说我们一个中位数78万的房子，可能只能租到一个3000乐观一点 ，average 就是3500那个样子。然后尔湾呢有一个房子，就是我有看，它是2018年的时候被这个房主买进的。2018年的买卖的时候呢，它差不多是1万 million， 就是让观众朋友们如果是比较在乎具体的数据的话，可以看这里。然后它在2024年的时候成交就已经是300万了。它涨了2倍多，然后它现在在市面上的租金呢是6900，差不多7000那个样子。然后所以你们可以比较一下，其实如果我们仅仅看租售比的话，尔版是比Chino 要差的。你看我 Chino 的房子80万能租到3600，那尔版一个比我房价高出多少倍？高出3倍多以上的一个房子，它的租金却只能还不到我租金的2倍，这个租售比显而易见就是差很多了。我觉得 Chino 和 Irvine 还是没有什么可比性，它反正就是这边华人购房的2大最热门的地方。我觉得为什么华人会喜欢这2个地方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新房多，它地大，然后都在新的建设中，然后所以说它将来未来的规划会比较好。然后 Chino 也在建设中，它的学区没有Irvine好，但是随着大家那么多的新的家庭的迁入，随着 Marion 大家交社区建设费，我觉得这一切都还是市政都会建设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作为投资新房来说，可能大家都会比较集中于Irvine和 Chino， 但是你要说这2个地方有什么可比性，我觉得他们没有可比性，他们就是相当于一个中端和一个高端，他们是不一样的。像Irvine基本上就是精品，就是大家有钱 ，OK， 你有钱就往Irvine走。然后呢，它的租售比呢，就是我们只从租售比来看的话，那Irvine肯定是比不过 Chino。买Irvine房子的人其实更高的是看重它的 appreciation。那么我们刚才已经举了一个例子，从2018年到2024年，Irvine 的房子可能涨了不止2倍以上，就说普通拿一个典型例子来说吧，就至少涨了2倍。那 Chino 肯定没有这么迅速的涨幅，Irvine那边的涨幅是很大的。所以说基本上在这边投资Irvine房子的人都是更多的看重它的 appreciation， 它房子的资产的那个增值空间，应该不是看重它的租售比。那边的租售比肯定是不行的，没有这边Chino高。这样综合下来就是见仁见智，看大家如果在
新房会喜欢哪一边。但是其实现在给大家聊这些呢，都属于我对这个市场的这个亲身体验感受，然后也跟一些 professional 的朋友聊过之后，给大家分享我的 idea， 并不是说推荐大家在这个时候去买房啊，或者说卖房啊，或者说观望啊什么东西，只是说分析这个市场。其实现在目前大家因为川普的 tariff 的情况都不太明了，然后所以说大家又成了持有一个观望的状态，所以现在2万的房子又开始在那里就是库存增加，所以说有点跑不动的那种感觉，没有之前那么乐观。所以说反正我觉得自住需求的人你们都见仁见智咯，然后喜欢哪里看哪里，然后呢，但是作为投资，我觉得大家最近还是观望一下，谨慎一下吧。然后因为最近也听朋友讲了，德州还有佛罗里达还有阳光地带这一带的房地产最近也都是不是很乐观。接下来的几期我也会跟大家一起分析其他的这些区域。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啦，然后谢谢大家，请继续关注、点赞支持我成长。这里是星星照地球，下期见，拜拜，耶。